大家好，昨天我们的地下室的排水沟中意外进水，我们的排水槽两边的排污泵都能够自动启泵向外排水。因为我们的排污泵的控制柜平时都打到自动的状态，当排水槽中的水到达一定深度的时候，排污泵呢就会自动的启动。但是我们在监视排污泵的时候，东边的排污泵在排完积水后能够自动的停止，而西边的这个排污泵却不能够自动停下来。于是呢，我打开这个控制柜，发现呢浮球所连接的这个中间继电器，它的这个指示灯并没有亮，应该呢是一种正常的状态。但是呢，我还是把这个中间继电器把它拔下来试一下，发现这个时候我们的排污泵停止了，这说明我们的这个中间继电器还是起作用的。那么它不停泵的原因很可能就是这个浮球开关没有落到位，仍然处于接通的状态。接下来我们来测量一下这个浮球开关是不是还处于导通状态。我们把控制柜的总空开断掉，来测量一下浮球开关的这个工作状态。我把万用表打到风鸣档，最右边这两个电线接的就是浮球开关。通过测量，我们发现这个浮球开关确实是没有落到位，或者是浮球开关有故障，它呢仍然处于接通的状态。于是我打开这个排污井，这里面呢有2台排污泵和一个浮球开关。我发现这个蓝色的浮球开关落到了一个石块上，这样呢就会使它一直处于接通的状态。它一直接通，因此呢中间继电器会一直吸合，所以说呢不会停泵。于是我找了一根木棒，把这个石块给它撬走。这时的浮球开关呢已经落到位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来测量一下这个浮球里面的开关是不是还接通。我们仍然把万用表打到风鸣档，来测量这2根电线是不是还响。这时测量的时候，万用表不再有风鸣声，说明我们的浮球开关已经复位了。于是呢，我合上这个总空开，把这个中间继电器再插入原来的位置，发现排污泵也不再工作了。这样呢，这个排污泵不自动停泵的原因算是找到了。其实这个中间继电器也是有故障的，它的指示灯是个坏的，虽然它也能够自动的启泵与停泵，由于它的指示灯不显示，因此呢也会造成我们对故障的误判。明天呢，我们买一个中间继电器把它更换掉。